Hello， 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在币安注册时为什么要上传身份证，以及中国大陆用户呢使用币安到底安不安全。那么相信很多新手朋友在注册币安时，看到要上传身份证都会有点懵，心里可能会想，那币安呢为何要身份证？那它会不会泄露我的一个身份证信息？那么在中国用币安交易数字货币合法吗？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在注册后我会不会接到一些骚扰电话？今天我就来一一的给大家解答。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币安要身份证，因为币安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数字交易货币平台。那么它里面可以看到，它提供法币和一些数字货币的一些交易服务。那么就像银行开户要身份证也是一样的。那么就像银行开户要身份证，那道理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也是为了遵守国际反洗钱一个 AML 和金融监管的一个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币安现在可以算是全球最大的排名第一的一个交易所，这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交易平台，所以说它要按照一个正规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标准流程。这个它不是币安特有的，你要注册一些交易所，比如说你要注册一个 Bybit 啦，它都是需要一个身份认证的，所以这个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这个身份证，那么你注册之后该认证就认证，该扫脸就扫脸。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币安，这儿我会把币安和欧易或者币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视频，鼠标往下拉，这里在描述栏这里有个更多的一个按钮，那么下面币安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还没有注册的朋友，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开我的这个链接，来到一个注册页面。这个后面怎么注册怎么认证我后面给大家讲，所以大家还没注册的记得一定要用我的邀请链接和我的邀请码 TBNL8968， 那么可以永久获得交易手续费的一个20%的返佣，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填写我的邀请码。至于一个注册流程和认证流程，后面我会告诉大家，这里我们再接着讲下一点。那这儿如果说你还没有身份认证的朋友呢，你可以立马去进行一个身份认证，你等到你身份认证之后，你就可以所有的币种买币卖币都完全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里面它会有一个用我们的法币去换一个 USDT， 比如说我们现在手上持有的是人民币，那么你人民币是没有办法直接买比特币，我们要用我们的人民币到这儿来，直接来用我们的人民币把它换成一个 USDT。 那这个时候你会用到一个支付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用支付宝，你也可以用微信。那如果说你用支付宝付款，你必须是经过实名认证的，和你的币安平台是要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人，你才可以付款成功。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用和你的支付宝同一个账户的一个人来进行一个注册。关于一个信息安全的问题，那首先第一，币安它采用的是银行级别的一个 SSL 加密技术的一个保护用户数据。那第二，内部的员工也没有权限查看你的个人信息。第三点就是币安目前为止，币安交易所已经有2.6亿的用户了，在上面进行一个交易，所以币安它没有理由泄露用户的信息，它会保护我们的一个隐私。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法律问题，那在中国个人持有交易数字货币目前那它合法吗？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 DeepSeek 我再直接问他，中国大陆个人持有一个买卖加密货币合法吗？那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陆个人持有一个加密货币目前是合法的，但是买卖和交易活动它会受到一个严格的限制。首先个人持有加密货币合法，那么根据上海法院的一个裁决，个人持有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呢并不违法。那么中国法律它将加密货币视为一种虚拟商品，而非法定的货币，因此它是个人可以持有的，但不能用于支付或作为一个货币流通。说到这里，小鱼儿不得不说一点，如果说你想要出金，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
那么小鱼儿上一期的视频有给大家分享一个白币的一个储值神卡，这张卡是非常好用的，它里面的 USDT， 那么你也是可以直接拿来消费的，你的里面的一些可以把它直接拿来消费的，这个相关的大家可以来看我这一期比较详细的教程，白币体的一个注册认证零卡充值，它可以直接绑定我们的支付宝、我们的微信都没有问题。这儿相关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拉回来说远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个人持有加密货币的一个交易，那目前还是可以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大家考虑到如何保证账户的一个安全。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在中国大陆虽然个人持有一个加密货币是合法的，但交易和投资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保护账户安全呢，它就尤为重要。尤其是如果你通过境外平台或其他方式持有加密货币，那么下面是一些安全的建议。首先，选择安全的交易和储存方式。所以这我们就要使用这种，比如说像币安这种全球排名第一的一个交易所，不要去使用一些不知名的小交易所。那第二就是增强一个账户的安全，等会儿我会再带大家看一下。第三是防范网络钓鱼和诈骗。第四就是保护设备的安全。接下来我们回到币安的首页，你可以在这个头像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资产，这里有个总览，那总览点进来之后，这儿有个账户，第一个是身份认证，第二个就是一个账户的安全。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开启所有的安全设置。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双重认证，有一个身份认证，有一个防钓鱼码。怎么样进行一个双重认证，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到，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第一是双重认证，第二就是身份认证，第三使用邮箱绑定邮箱，这里的邮箱推荐这个 Gmail。那如果说你需要的情况下呢，下面还有一个高级设置，可以账户绑定，把它将你的账户与第三方的账户关联，还有一个防钓鱼码，还有一个 APP 的一个授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唯一可能会泄露我们的信息的就是这个手机号，它唯一可能会泄露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手机运营商，他们可能通过注册短信知道你在用币安。如果说你有接到一些可疑的电话或者短信，那么一律拉黑，不要信，千万不要去随便相信一些人给你打电话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跟你讲的，直接把它拉黑。这里还有一点，千万不要用币安号呢去参与所谓的一个 USDT 的一个搬砖套利，这些基本都是一些洗黑钱的一些陷阱。我们只要正常交易，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包括我们在用我们的法币在购买 USDT 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挑选好这些商家，我们选择承担量高、承担率高的一些，并且注册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商家来进行一个交易，找到一些安全可靠的商家来进行交易，这样基本上我们做好这些安全措施，我们的账户把它设定好。那第二，我们不要去随便相信别人的，不要去相信哪里一些什么好处，这些不要随便去相信，包括一些电话这些都不要去相信。OK， 那这儿安全这块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就是一个注册和认证的一个流程。这里相关的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大家可以打鼠标往下拉，打开我的评论区的，这里会有一个币安交易所，后面会有币安的一个邀请码。那么大家一定要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绑定我的这个邀请码 TBNL8Q68，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你，建议你暂停视频。那么后期你就可以享受永久的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怎么注册吧。那么我们这儿直接点击币安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那么接下来我会用手机给大家操作。那我这里也会把注册链接放在描述栏。我们就从一个注册账号、身份认证到一个买 USDT 呢，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样来使用币安。首先一个呢，我们先来注册一个账号。那注册账号电脑或者手机都可以。那如果说你有手机的话，建议大家用手机，它可能注册起来会更加的方便。那么这个注册呢，它是没有硬性要求啊，你可以在手机在电脑都可以。那但是后面的我们一个身份认证呢，它只能在手机上面弄等一会儿呢我也会简单的用手机给大家演示。在这个注册前大家得开一个梯子，用中国台湾或韩国的一个 IP千万不要用中国香港、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说新加坡的 IP。 那开了梯子后呢，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的一个按钮，这里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打开描述栏这里有一个展开，这里点击一个更多，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
那这里面呢会出现一个邀请码，那这个大家在注册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用这个链接加上这个邀请码它可以让大家呢享受永久的一个20%的一个手续费返佣。你打开我的这个链接的话，填好这个邀请码你就有20%的返佣。那么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链接之后呢，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号，可以通过你的谷歌邮箱或者苹果 APP 来进行一个注册。这里我就点一个谷歌邮箱，点击继续，选择我的邮箱。在这里呢，你就需要设置一个你的密码，输入你的一个谷歌邮箱的一个密码，点击下一步。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你填一下这个邀请码。这里呢，我会把邀请码呢放在这个屏幕上方大家可以直接看着这个邀请码去输入。注册好了之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身份认证。那么这里呢，大家必须要去下载一个币安 APP 你在你的苹果用户你可以去淘宝买一个台湾的一个 APP ID 去换登。那么在这里面呢，搜索一个币安下载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安卓用户的话就更简单了，直接下载安装包就行。安装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手机上面进行一个认证。这里由于我已经认证好了，这里大家点击这个身份认证这里呢我们在哪里去找这个身份认证你直接点击这个左上角币安的最上面有一个头像，这里有个三角，我们点一下。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个身份认证，你点进去按照它的步骤呢一步一步的跟着它去进行一个认证就可以了。那么在认证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需要选择你的国家，那你在哪个国家就选哪个在中国就选中国，居住的国家地区呢就选中国。那么证件类型呢，建议大家推荐用身份证。这里验证证件的时候可以选拍摄或者上传。那拍摄呢就是直接扫身份证的正反面，你也可以提前先拍好，拍好之后直接上传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没有拍呢，那直接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直接点击拍摄就可以，正反面拍一下，点击上传。那接下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一个人脸识别一下跟着它的一个步骤摇摇头张张嘴或者眨眨眼，那么就传好了，认证就完成了。那只有我们通过了这个认证呢，那么我们才可以买币。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买币。那么这里呢我们回到这个币安的一个首页，点击这上面在它的这个上面有一个添加资金，这儿我们选 C2C 交易。这里呢它会告诉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教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那我这里直接点跳过。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最顶上这里有个快捷区，有个自选区，还有一个大众区。这里我们就选第二个自选区，因为大众区它是交易比较大的快捷区呢就是直接输没得选，我们就自己选，就选中间这个。那这里我们选择用法币买加密货币最常用的就是一个 C2C， 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一个交易。那这里呢币安呢它是提供一个技术担保，比如说在中国大陆你把人民币转给对方，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都行，对方确认收款后，币安呢就会把加密货币呢转到你的账户。那么这里呢我们币种呢就选一个 USDT， 金额的话这里你也可以选比如说这里上面有100，点一个确认。那这个呢因为它和美元1:1挂钩的新手呢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先买它买这个 USDT， 再用它呢再买其他的一个币。选好币种金额，这里填好，比如说你要1000块你就点1000块1万块有点1万块100块这里就点100块。点了确认之后呢，在后面呢选择一个支付方式，那么可以看到有支付宝、有微信、有银行借记卡。那这里你习惯用哪个呢就用哪个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支付宝，把这2个取消，这里点一个确认。那这儿呢可以看到在这个支付宝的后面呢它有一个神盾，它会筛选出一个符合要求的商家，这里我们把它勾选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需要找一些承担量和承担率多的一个商家去进行一个购买这里面就要大家自己去进行一个挑选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一个承担量上面是它的头像，后面是它的昵称，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订单量，那再往下呢有它的一个限额。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找一个承担量高的，并且承担率呢也是比较高的这种商家去进行一个交易那这里筛选的过程当中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可以找这种好评率比较高的
第一个啊，承担量有1000多哈，它的限额是100到300，它的承担率呢是一个100%。那这里我们可以点它的头像进来看一下，我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时间，可以多看2个，就这第一个吧。那选好之后点一个买入，那么可以看到，因为我刚才已经输入了100啊，它这里就是最大100，我选择用支付宝付款。接下来呢，这下面有一个，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下单。那如果说你要购买1000呢，你可以在这里输入1000啊，它会自动的算出你支付的1000人民币会得到多少个 USDT。这里点击下单之后呢，你就去用你的支付宝进行一个扫码付款。那付完款之后呢，记得截图回来再发给商家。当你付完款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我已完成付款啊，通知卖家，等卖家，我们通知买家，我们通知卖家，等卖家核实收款后呢，他就可以放币给你。这里呢有很多新手伙伴们呢，第一次转账呢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们私下转账出问题，对不对？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不用担忧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卖家不承认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因为我们有截图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币安的客服就行。那下单的时候呢，币安他就已经把卖家账户你的一个 USDT 给锁定了，如果卖家不放币，那么钱也不在他们的手里，在平台这里。如果我们有付款记录的话，找客服总裁核实后呢，平台也会处理不诚信的一个商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不用去担心。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主要是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如何注册认证以及一个买 USDT。那这里我们的币安OE的一个注册链接呢，我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去打开去进行一个注册记得一定要输入一个邀请码。那么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